欢迎大家来到 Forecast Astrology 易经艺术塔罗，我是苏苏丽，大家都好吗？今天呢要来测10年的大运，也是一整个系列自我能量检测的最后一个。之前呢我做了3年、5年，还有1年、6个月等等。这个呢是让大家可以依据10年大运的能量判断自己处在哪一个位阶，然后慢慢画出一个运势的一个曲线表。当然呢，最好的是能知道自己的紫微斗数的主星，来判断是化权、化禄、化科、化忌等等。再搭配占卜，因为占卜的一个效期是比较短的，它会依据你自己本身现在的能量来做一个变化。通常因为网络，因为需要博取眼球还有流量的关系，很多老师会比较偏向说好话，因为这个和演算法还有大家的心情越好就会去订阅。不过呢，个人算命毕竟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事情，它是依据你整个命盘去算。那么碰到比较不好的老师，比较没有修养的老师，就常常会说一些吓你的话，要你去买一些很贵的开运小物品。如果没有用，花钱就算了，但是我个人觉得有时候一些很不好听的话语，它会刻印在心中，它会产生一些言语上的力量，它将来会削弱自己待人处事的自信心。这一点呢，就真的是我觉得不是很赞同的。我今天做的占卜就是让大家可以知道未来呢，以你现在的能量去看待未来的10年大运呢，到底在什么样的位阶，或是有不同方面需要你去注意。那么我用了很多不同的牌卡来帮大家做一个基本上的一个检测。当然我还是要说，你依据你的命盘正式的找一个好的老师去算，这个和这个占卜的目的是完全不同的哦。如果你真的觉得你的运势很迷茫，需要指点的话，真的认真找一下好的老师在哪里，然后去算一下，会对你个人的运程会好一点。那么我们今天做的是一个基本的能量的检测。今天我特别挑选了4种不同能量的水晶哦，分别是白玉髓、天河石，就是 Amazonite， 然后白水晶以及拉长石，就是我之前上个影片说过的，我又添购了一些新的水晶来帮助大家选择。那么这4个水晶呢，是我这趟去欧洲在传统市集上买到的水晶，因为呢市集就刚好在我下榻的旅馆旁边，那么我就每天去那个土耳其老板那边逛一下，看他有没有拿出新的水晶。那么这4个水晶是我在摊子上几百个水晶里面能够找到我觉得4个我觉得最漂亮的，然后最值得购买的水晶。不过呢，有点可惜的是，我在摊子上就是没有选到紫色、红色或黄色的美丽水晶哦，这点比较可惜。不过我还是有选到这4个非常漂亮的水晶，那我们就来先一颗一颗来欣赏。这是第一组的白玉髓。白玉髓呢，要在市集上买到是比较困难的哦，因为我逛过很多不同的水晶展啊什么的，要找到一颗价钱合理的就是白玉髓呢，不是很容易，所以这颗算是比较稀有。这个是那个老板特别拿出来给我，他觉得很自豪，他拥有一个，他拥有几个，但我觉得这个最漂亮。好，这是第一组的白玉髓。再来就是第2组的天河石。天河石也是一个大家非常喜欢的水晶哦，因为它的颜色、纹理还有它的名字都很美丽。天河石。那么这是它的反面。再来是历久不衰的不败款，就是白水晶。这颗又比我之前在奥地利收到的更透诶，所以我看到的时候非常开心。这是它的反面，这颗非常的透。那么白水晶通常都会有冰裂纹，真的有点没办法。而且如果是没有冰裂纹的，就很多商家会把它拿去烧，把它假装成其他的颜色的水晶。再来又是拉长石，这颗也像是上个影片一样，它是
属于蓝色黄色系的。我有紫色系的之后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它的背面，背面比较黄一点，但它正面背面都很漂亮。那么今天就是提供大家这4颗水晶，让大家做个选择。那么由左到右是1、2、3、4组，分别是白玉髓、天河石、白水晶以及拉长石。那么现在就请大家静下心来，以直觉选一组你最喜欢的牌组。大家都选好了吗？那么请大家跳到时间栏上自己选择的组别。那我们就开始进入今天的主题，来看一下大家未来的10年大运落在怎么样的一个能量当中。选到第一组的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大家未来10年整体的运势以及基本上的能量是有怎么样的表现。那么我会抽出很多不同的主体牌卡、塔罗牌、易经牌卡以及紫微的牌卡，来看一下10年的一个大局，一个纵观。那么呢，接下来我会抽出塔罗牌卡来看一下细节，以及最后从整个事件当中怎么样好好照顾自己。那么我首先来看一下你的大阿尔克纳牌，你所抽到的是节制，易经的牌卡所抽到的是天水讼。那么这边我是抽大家要注重的未来10年的重点，这边是子女宫，那么它的解释牌卡是天月。再来呢，所抽到的另外一个紫微牌卡是天梁以及化禄。那么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整体的大运哦。那么首先呢，天水讼这张牌呢，从字面上来看，就是它会有一个诉讼的产生，会有口舌意气之争产生。当然呢，它也和这个官非，也就是会有官司诉讼等等，它的字面上的意义是这样。那么天水讼呢，是天，就是这是乾卦，这是天，然后水在地上流，两者之间呢，它没有交集，所以你们两个沟通呢，你可能和对方或者是你的环境当中，整个沟通都没有一个重点，没有交集的部分，没有大家认可的一个集合。那么天水讼呢，它当然在易经当中是一个凶的一个牌，不过呢还好你的塔罗牌卡，你的本身的整体能量是节制。那么从这2张牌卡它合在一起看，就是有口舌意气之争，但是节制是一个把你所拥有的技术、个性以及个人特质呢，把它做一个很良好的平衡，用射手座一种很豁达的心态来处理你周围的事情。节制的牌呢，加上天水讼，我可以很强烈的感受到，就是在未来的10年当中，你可能会面临一些纷争。从你旁边的紫微牌卡来看，就是有关钱财的纷争。在这样子一个基调之上呢，节制牌就是告诉你，而且你也会表现的以和为贵，这个4个字很重要，就是以和为贵，去处理你生活当中未来10年当中所面临的一些困难。那么从紫微牌卡来看，有几个面向一定要注意哦。选到第一组牌的人呢，你在这个很庞大的这一个争执当中，很可能选到第一组的人本身是那个平衡点，可能大家没有交集，但是第一组的人有能力，或是你的角色上面是可以当一个支柱往左右摇摆，让大家能够聚集在一起的集合点。所以你抽到了这个节制牌。那么当然这张牌它画的是一个日本的穿着和服的女子往水中倒水，
它和传统的左右去平衡倒水有一点差异。在诉讼或者是在官非发生的时候，在大家争执不下的时候，在商业上公司上许多的计划大家真的面红耳赤的时候，低组人必须要把自己的格局放大，先释出善意。你是那个先把水倒到瓶子中的人，所以你要当那个主动释出善意的人。你或许会觉得很不平衡，为什么我要主动释出善意？但是因为你的紫微牌卡算是有一点不错的，但是它中间是有隐忧的。既然呢，你整体的运势其实是还不错的，你可能就需要当那一个稍微释出善意的人。从这几张牌卡来看，最明显的就是你未来的10年很有可能会遇到家族争产的纷争，就是可能有长辈遗留下一些不管是多大的财产，当然人都是倾向于不劳而获的，就是希望这笔钱财落入自己的口袋当中，可以规划很多事情。那么天梁化禄就有这个意思在，而天梁化禄呢，是在化禄当中比较属于它是有问题的。天梁是一个印星，它是一个长者之心，而且呢，它应该要是两袖清风，站在道德的制高点，这样子一个出淤泥而不染的一个会去就是指挥别人，站在比较高点去看别人的心，它却化禄了。所以古书上有说呢，天梁化禄呢，它是会带有一些是非产生哦，它不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赚钱的。那么从这整个牌卡来看呢，选到低组的朋友占了一个很大的优势是，如果这个情况是你的长辈有想要在这个未来10年当中呢，分配他的财产啊，就是把他所拥有的资产做一个良好的分配，你有一个非常大就是赢过别人的长处，就是你的子女是你的贵人，就是你的小孩或者是你未来的小孩，他会是你的贵人，尤其是女生，如果你的小孩是女生的话，就是他可能很得爷爷奶奶的疼爱，所以以至于爷爷奶奶很想多留一点给你，让你可以多留一点给这个你的小孩。所以呢，你的小孩就等于是你的贵人了，就是因为他的存在，就是爷爷奶奶就会特别想要照顾孙子孙女，所以会比较偏向你一点。这也是说你刚才的情形是你是那个得比较多的人，那么其他的兄弟姐妹当然就会不平衡，那么你就要先释出善意。尤其呢，你有天梁化禄，表示呢，如果你是从事什么建筑啦、医药啦、建设等等跟树木有关的木方面属性的呢，你是很容易赚钱的。所以看起来呢，你是可能是本来就赚钱比较多的那个，然后如果父母又留比较多给你的话，当然会引起其他人的一些眼红。那么天水讼的争端就由此开始引申到，如果是公司的话，有可能呢，上司就是给你升迁，那么其他人就会非常不满，然后会生气拍桌子啊什么的。可是你的下属，你带的团队，你的部属年轻人很给力哦，就是他们非常的帮助你，因为他们的奉献，他们对于这个团体的忠诚跟奉献，让你表现得非常好。但是如果你是主管的话，所有的 credit 就是所有的攻击就会很多就会归到你身上，你就很容易升迁嘛。所以这方面也会引起一些争端。另外一个是选到低组牌的朋友，有些人在未来10年会生儿育女，然后这个子女呢，他会带财，就是他出生之后，你的运势就会开始转好，就会开始有一些钱财的进账，这边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迹象。不过未来10年呢，你就是要小心处理身边的争端跟争执，这是一定的。不过你本身自己站得很稳，是一个能量比较强的状态，所以倒是可以勇敢的面对这个挑战这样子。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牌卡，你要怎么样面对这个未来的10年，你的态度应该怎么样？
第一个，真爱会降临哦。再来是喜悦，上天的指引牌卡呢，第一张你所抽到的是要多去户外走走。他说你在室内太久了，你要多出去走走呢，去获取一些新鲜空气，以及呢不要退让，你要起身呢，为你所相信的事情而战。那么第一个映入眼帘的就是这个不要退让。他的意思呢是说，虽然你是可以当那个先释出善意的人，不过你自己的权益你要自己保护住，你不是要退到什么都把水全部都倒给他们，不是，你也是要为自己或者是自己的后代留一些东西，留一些退路哦。所以他是不是说不要退让的意思是说，你很坚定的说出你想要的东西，在面临的大环境的争执，你身边所有的人家族的争执，公司的争执，或者是你在面对邻里关系的争执的时候，不要退让。你可以释出善意，但你绝对不要踩到自己的底线。这边很强烈的讯息告诉了我们这件事情哦，你要捍卫你所相信的，而且你不单是捍卫自己，你也是要捍卫你的后代哦，你的子女，不要为了一时的和平，让自己或者是让你子女的权利受损哦。再来是这两张牌是你怎么样可以让未来的10年过得很好，有什么方法？第一个他说你会有真爱降临所以呢我刚才看了这整体的主体的牌，果然有说未来10年有一些朋友会生儿育女哦，因为你会遇到你此生所爱，你的真爱，甚至有可能就是在结婚之前可能就有小孩了，所以这个小孩变成了一个契机让你们结婚，因为这个小孩是你的贵人。再来是要保持开心，我觉得这边非常的明显了，就是你可能会遇到的一些争执，一些诉讼，但你在生活当中还是时时刻刻要保持一个喜悦开心的心，不要被这些事情所击倒，尤其他们可能大部分其实伤不了你哦。心烦的时候就要多出去走走，多出去走走对你的运势有帮助。尤其你天梁呢，天梁属木哦，它就是长出了一棵大树，然后这边也有户外，尤其是去森林，就是去树木高耸吸收芬多精这一个部分呢，对你的运势有强烈的正向的影响。就是呼吸新鲜空气这件事情会让你的运势往上走，不会一直接收到可能家族里面公司里面的一些负面的情绪哦，让森林的能量去洗涤你的内心的一些烦躁。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你的塔罗牌卡的运势。首先你抽到了宝剑1，再来是宝剑骑士的逆位，再来是圣杯4，再来是宝剑皇后的逆位，再来是权杖1的正位，最后一个是圣杯侍者的逆位。那么从这整个牌卡里面看哦，未来10年的运势当中，沟通不良呢是你要注意的尤其你抽到了宝剑1的逆位、宝剑骑士的逆位以及宝剑皇后的逆位，蛮罕见的就是它有3张牌，有等于说你未来的10年时间，这件事情可能会拖延的有点久，它可能会拖几年以上的时间，要不然不会一直出现。所以有些朋友可能现在就有这个感受了，你可以慢慢感受到这件事情哦，就是剪不断理还乱，就是你想要把这件事情剪掉，把这件事情呢从你的生活当中踢出去，但它不行，因为它是一个没有明确结果的一件事情，并且你用你的智慧，用你的谋略也没有办法真正的把事情一件一件理清。因为有时候呢，清官难断家务事，而如果这个家务事你又是当事者的话，那真的是融合了情感，融合了以前的一些情分，但是又有一些钱财上的争执的话，那真的是会非常的难以处理哦。尤其每个人的状况又不太一样。宝剑骑士的逆位就是这个讯息呢，它的传播呢是有错误的。可能你们这一群人当中，你所面临的一个事件当中呢，有一些人讲话就是讲不到位，他明明心中想的是 A， 传达了变成了 A 加 A 减甚至 B C D 这样子。
他没有办法讲出他心中真正所想的，以至于选择这一组的朋友呢，跟别人沟通起来真是倍感困难。那么这件事情很难避免。宝剑一如果是正位的话，你切都切断了，但是他没有，他真的是缠绕在你的生活当中。可能选到这组的朋友，情绪就是你会有，比如说你的长辈带给你的价值观的影响，或长辈的一些言语，让你没有办法正确的判断现在的局势。所以延伸到这个你选择工作，或者是你选择一些人生的道路的时候，选到这一组的朋友，一定要在你头脑最好的时刻，甚至是你要一个人去，或者是跟着朋友去森林慢慢散步的时候，一件一件想，这个气场会好一点。因为呢，目前的状况是很难用你目前所知道的知识去判断整个事情的走向。在你的职业选择上，在你人生道路的选择上，都有一定的思考上的一个盲点在里面。尤其呢，又加上了知识传播错误，或者是沟通不良等等情形。那么你经过了前面阶段之后呢，圣杯四就是一个消极的状态。当别人递出善意的时候，你也不想接，因为你觉得他好像不是你要的，或者是你的能量呢就会被这个事件影响，变得比较低沉跟消沉。尤其是呢，如果是你跟你的手足之前是非常非常要好，感情非常好，如果突然之间呢发生了一些家族上的一些事情，让你们的感情呢渐行渐远的话，或者是说选到这组的朋友呢，甚至因为你有真爱接近我嘛，那么又有这些财产上的争端，所以有些朋友甚至会面临一些情感上的考验，这有可能。所以前面有一段时间会比较消沉，或者是你本来现在就在这个状态哦，但是它有不同的家族上的或你关系上的。不过子女都是你的贵人，因为有可能呢，你在谈比如说要分开要离婚的话，子女会是你的贵人。有可能你因为子女维系了你的婚姻，也有可能因为你的子女，所以你得到比较多的赡养费，或者是法官把小孩判给了你，所以你本身的经济条件会比较好，这都是有可能的。不过事情发展到某一个层次，某一个地步，选到第一组的朋友就是会有一些生活上消沉的时候，所以这边就是鼓励你要保持喜悦的心，不管你遇到人生什么状况，相信真爱会来，以及保持你的喜悦之心，是你在面对未来10年2个最重要的重点。无论如何都要相信老天爷对你很好，用自己自发性的喜乐的心去面对，坦然面对这一切，不要被击倒，也不要退让。宝剑皇后的逆位也是在于说，如果是长辈的话，有可能是那个长辈，女性的长辈哦，就是她退让了，她屈服了，她没有做出一个最正确的判断。那么另外一方面也有可能说，一个女性的长辈她没有做出一个最公平的判断，导致于下面的人呢抢成一团，争成一团。女主管、女上司跟女长辈都有这个倾向。但是好在呢，选到第一组的朋友，在这10年当中，最后你会学到自己的行动力是最重要的。不管这件事情存不存在，它有没有在你的生命当中绵延下去，拿出自己的行动力去开发自己生活当中最有创意的部分，最有冲劲的那一部分是最重要的哦。尤其呢，到最后我看到的是你摒除了这个比较不成熟的感情的态度。第一个是在关系当中，你可能把你之前比较对于感情幼稚的部分呢撇开了，开始一个比较成熟的态度。他这边不是说你的情感不成熟，我认为这边比较多的是你脱离了情感不成熟的一个阶段，或者是说你脱离了幼时在那个家族当中成为被庇应的那个人。尤其天梁是一个印星哦，所以他一个庇应别人的心，你脱离了那个受别人庇应，
反而变成了一个去庇应别人的人。当你成为了一个可以照顾别人的人，因为天梁非常喜欢照顾别人，就是天梁是有一个老大姐老大哥的心态，他和太阳那种不一样，但是天梁是一个比较家族式的，他会非常照顾家里当中开枝散叶繁衍的那种状态，他是非常照顾的。但当你成为了那个家族当中照顾者的时候，就是你脱离了圣杯侍者那个状态，你成为了真正的一个家族公司的老大哥老大姐的时候，你整个运势一定是上升的，因为你抽到了权杖一有。所以在未来的10年当中，刚开始的确是有一些颠簸跟波折，不过最后呢，你会认清楚自己要的东西，认清楚自己得到了什么东西，它的运势是一个往上的一个状态。很明显，从这边从思绪不清到一个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再多的沟通都没有用，直接去做就对了。那我们来看一下最后2张疗愈的卡片。第一张是释放，他说呢，有时候自我成长最好的方式呢，就是放手。再来是改变，这边是一个爱心的改变哦。他说呢，拒绝改变呢，就是拒绝生活本身，所以你要敞开你的心胸，敞开你的心，去迎接新的开始。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因为你有权杖，也有一个宝剑一的逆位哦，所以你会有一个改变，而这改变会成为一个新的开始。你必须要释放旧有的一些争执争端，你放手了才能够让自己成长。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很可能是第一个要离开原生家庭哦，但原生家庭可能很想要把你紧紧的捆在身边，又或是你的家庭喜欢用钱财来控制你，让你待在身边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有可能真的是有朋友会面临一个关系上的分离的一个状态，所以你要释放掉这段关系，才能迎接真正一个新的开始。尤其他这个改变是一个爱心当中的改变，可能是一个爱情当中的改变。选到这组的朋友呢，最需要注重的点，第一个是，如果你有小朋友的话呢，一定要好好的照顾你小朋友的心情哦，因为子女宫是你的重点，它会为你带来好运。你跟子女的关系的好坏呢，它会影响别人对待你的一个方式，所以这一点要非常的注意。那么从这个牌卡来看呢，未来的10年是一个往上升的状态哦，而且你确实会得到钱，不管是赚的，又不管是从长辈那边继承的哦，你会得到了一笔财富，但是这个财富却又是有可能是你身边当中争端的一个起始点，所以要好好的用节制的能量去处理，去平衡旁边的人事物的一个关系。但是有时候呢，如果处理不了，放手就是最好让整个事情发展的一个状态哦。那么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以上就是未来10年大运的一个讲解，祝福大家，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选到第2组的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大家未来10年大运的发展情势。那么呢，这个测验呢，我会抽出大阿尔克纳牌，它是塔罗牌的主卡，然后我用的这副牌呢，它就只有大牌。我会再抽出易经牌卡来看一下外部的环境，抽出属于大家10年大运紫微牌卡，你必须要注重哪一个方面，然后重点在哪里。再来我会抽出塔罗牌卡来看一下细部的一些发展，然后最后我觉得要了解自己的大运之后，应该是也要照顾自己的心情，所以呢，我有抽出了几张疗愈的卡。首先我们就来看一下你抽到的大阿尔克纳牌，你所抽到的是恶魔牌。再来易经牌卡，你所抽到的是风水幻。那么紫微牌卡，你所抽到的是在这个10年当中呢，你会注重哪一宫呢？财帛宫。财帛宫的解释卡呢，我抽到的是天喜，再来是化科以及火星。
那么我们先从大家的基调来看起呢。由于呢大家抽到的风水幻，那么风水幻表示外部的环境呢是有一种意兴阑珊的感觉。那么外部的环境呢，就像是风吹过了这个水，然后水的涟漪飘来飘去，往外散去，没有办法集中，而且也没有重点的一个迹象，也就是它有一种离散涣散的意思在里面。那么选到这组的朋友呢，未来的10年，你所处的环境当中，不管是公司啊、家庭或者是人生当中呢，你会感觉到有一股力量，就是摇摇欲坠的一个感觉。但是呢，选到第2组的朋友很奇特，你的主牌塔罗的主牌抽到的是恶魔牌。那么恶魔牌它是一个物质欲望很强的一个牌卡，它在现代的诠释当中呢，不必然都是坏的。因为呢，现在的人整体物欲的平均比过往的这个社会呢是高了非常多。可想而知呢，选到第2组的朋友，未来的10年呢，整个重心都会放在如何发大财上面，如何获取更高的一个利润，如何获取更多的金钱，怎么样爆发，怎么样可以取得最大的财富。那么在外部的环境虽然呢不是很支持，选到第2组的人的野心却蓬勃发展。这点呢可以说是第2组的人的决心会被激发，而且那种欲望想要过上好生活好日子的心非常非常的强烈。各位的紫微牌卡也显示了呢，这第2组的朋友呢，你真的非常注重你的钱财，你的财富，因为你很明显抽到了这个财帛宫，你的所思所想都在想说我要怎么样赚到钱。那么你的支持牌卡抽到了天喜，所以选到这组牌的人呢，有点像是如果你是业务的话，可能很多选到这组人是做服务业，或者是本身就很喜欢投资，就是有买股票、投资房产、投资基金等等。这个财帛宫呢，加上天喜，就会有一整年当中呢，或者是10年当中呢，常常会有小小的财富进账，小笔横财。因为天喜呢，它不是甲级星，它不是所谓的大吉星，它是一个小吉星，但天喜跟红鸾常常是一对的。那么天喜呢，它的力量不如例如左辅右弼那么大，但是呢，它还是可以为这个财帛宫呢添上一点喜庆的感觉。也有可能呢，天喜加财帛宫这边就指的是说，有可能如果各位还比较年轻的话，每一年你的财帛宫都在例如说3节，例如说过年的时候会有公司发的奖金，会有家里的人给你的红包，类似的情形就是你的财帛宫会有持续的小小进账，可以感觉到你的财运是还蛮不错的。选到第2组的朋友，很有可能你会在某一个领域突然快速的成名。就是火星它虽然是凶星，但它有照亮跟马上爆发的感觉，所以加上化科它又有成名的意思，所以很可能选到这组的人，例如说呢，申请到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学校，突然接到了一个大公司的招聘的通知，又或者是说，如果你是在娱乐界的话，尤其恶魔牌如果你是在娱乐界，例如说演艺人员自媒体工作者是需要露脸的很容易获取名声，大家注意到你的那你就很快会被注目到。如果你是自媒体工作者的话，有可能你做的影片做了很多支之后，产生的病毒是行销席卷了一阵风潮那样子，所以它会让你很快的成名。那么我对到刚才的天喜，然后跟红鸾是一对，表示未来的10年你的人缘
是挺不错的，而且你有一种受人喜爱的感觉。化科也是有贵人的意思，你的心中内心的野心有贵人，他会帮助你去达成，这也是化科的意义在里面。但是化科它也有保守的意思，选到这组的朋友虽然有恶魔般强大的野心，不过你的做法，你的重点还是比较在稳扎稳打的，不是说很不理性的觉得自己要一夜暴富、一夜成名等等哦。虽然化科加上火星是有可能在短时间博取到很多的眼球跟注意，但是化科它毕竟还是一个比较稳重的一个加持的，就是一个吉星。所以呢，选到这组的朋友呢，即便是有时候会幻想如何在一夜致富，但所做的行为呢，还是比较稳扎稳打的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态势。但是在保守当中呢，会有动的时候。另外一个要注意自己的脾气，因为外部的环境是风水换，所以呢，所有的事情都没有一个重点，就可能讨论会议，最后也没有一个结论，这都会让你感到非常的心急。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很有可能脾气一下就上火了，就会觉得说好没有效率，或者是我的奖金就会达不到我自己想要的一个标准。所以未来呢10年也是要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脾气。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提点牌卡，以及你怎么样可以应对未来的10年。这组牌的朋友很特殊，你抽到了第一个是成功。本来我想要抽的是你怎么样去应对未来10年，可是你却抽到了成功。然后最夸张的是第二张牌抽到了胜利，所以他们两个的意思有非常雷同的地方。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想要成功的决心真的是没有人可以拦得住。再来呢，2张的提点卡抽到了坚强。他说呢，你比你自己想的还要坚强，而你的坚强呢，可以确保一个完美的一个快乐的结局。再来是繁荣，他说呢，你才刚开始而已，所以呢要有耐心，并且呢对过程也要有耐心，然后绝对不要放弃。所以我觉得选到这组的朋友有大部分的人是比较年轻一点的，就是刚离开学校步入职场，或者是才刚结束了第一段的打工，第一段的工作，然后你对成功的渴望非常非常的深，而未来的10年成功和胜利就是驱动你的力量。未来的10年你真的会时时刻刻都在想着如何能够出人头地。另外一方面呢，有些人可能在产业当中是需要竞赛的，例如说什么设计比赛啦，或者是什么传播比赛啦，或者是企业工商的企业模拟竞赛等等。选到这组牌的朋友的确是有比较年轻的态势，所以有很多这类型的比赛可以参加，你都会驱动你很想要拿到那个胜利，拿到那个奖杯。成名随之而来的就是财富的增加，但是过程当中这边很提醒你，就是你的确心心念念的想要成功，但是呢过程绝对不轻松的所以他这边提醒了你，你的主牌是魔鬼牌，所以呢我是毫不担心你的动机。我觉得你未来的10年呢欲望动机满满，是不用人家在后面鞭策或干嘛，你自己本身的主动的能力就非常非常的强。尤其这边又提醒你说要坚持，要坚强他说你比你想的还要坚强，我想也是，因为你是魔鬼，就是你是那个恶魔，你是那个让大家都怕的恶魔，你是那一个摩羯座10宫，在工作上真的是拼命三郎，大家都惧怕你3分。所以这点我是完全不担心，尤其你对于钱财获取的驱动力太强了，再加上呢你对于成功的欲望非常的执着，不过也是会有累的时候，但是他就是提醒你，如果你是一个自媒体工作者的话，就要不间断，虽然很累，
又或者是说你是一个文字工作者的话，你给自己立下一个目标是我每个月要写5万字，但是呢如果你写到35000字的时候觉得有点灵感枯竭的时候，这张牌就是告诉你你可以做到剩下的15000字，就是你要设立一个目标，而且相信自己一定可以达得到，而且你一定可以达得到。再来是繁荣这张牌呢，它表示说它就和这个化科很像你看你绽放出了光芒，然后全部的人都看见。因为火星呢，它虽然是一个传统上一个凶星，但是呢它和每一颗星搭配的时候，它会产生不同的意思。那么有一次我和老师这个讨论呢，有时候例如说像文昌加上火星，就表示你的功名非常亮，非常的厉害，就是你有可能就是第一名，所以大家都要看着那个榜单上的第一名那个感觉。那么化科加火星也有这个感觉，就是你很亮，你的表现非常的亮眼，让贵人很想要帮你，或者是呢你表现得非常的突出，所以你的客户缘、你的业务缘、你的观众缘都特别特别的好，所以这个非常有利于不但是功名的获取，就是你学历上的、学业上的，它更表示着你的业务上，如果你是做需要很多人员的这个工作是非常不错的他说呢，你在绽放当中，所以你看大家都看到你的一个存在，但是他也提醒你说你才在刚开始的时候，所以我才会说选到这副牌的朋友呢，可能就是20几岁、30几岁呢，对于成功的欲望非常的强烈，想要就是存钱买房，想要存钱把自己打理得很好，甚至是想要投资房地产，这些都有可能。所有为你铺排未来10年的就是一个对成功的渴望以及对胜利的欲望。那么再下来我们看一下塔罗牌，你所抽到的是第一张是世界牌，再来是钱币侍者，再来是恋人牌，再来是宝剑十的逆位，以及力量牌卡。最后一张是宝剑国王。我以为声音会渐渐的好，不过我问医生，他说虽然会慢慢的好，但是我觉得也太慢了，就是我声音讲完第一组之后，讲到第二组又快要没声音了。但是呢，对第二组的人来言呢，我觉得未来10年呢，因为你成功的驱动力很强，你的牌呢都非常的强，而且你除了这个恶魔牌是达尔克纳牌，你本身在塔罗牌当中你就抽到了这3张也是大阿尔克纳牌，而且是非常好的牌。首先我们来看事件，所以选到这组人有什么，就是你完成了一个阶段，你接下来是全新的开始。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就真的在要转到下个大运，可能是未来的1-2年，或是已经刚转完，就是在这个阶段就是加减1-2年这样子。因为呢世界牌就是你完成了一个阶段，你要开始再往愚者重新再轮回一次，重新再重来。世界牌呢也代表了你现在对于自己的处境条件这些还是比较满意的手上握有的资源，你对未来的想法跟展望都是比较积极跟乐观的，并且达到了一个很统一很和谐的一个状态。以这样子非常良好的基础呢，再去进行你下一个阶段的打拼跟铺排。所以未来10年呢，就是地基点已经蛮高的就从世界牌开始起算，就接下来就是要立定新计划，开始一步步要去做。你可能甚至有些人已经存到了人生第一桶金，开始要把这个第一桶金呢再更快速的去运用，让它达到一个利滚利的一个阶段。选到第二组牌的朋友呢，对于未来的展望目前是信心满满的状态比较多，所以你看你有各种成功强壮的牌，再加上这张牌呢，你看我们刚才看过了，它跟这个力量牌呢画的非常的像就是一个女生，然后在这边有2只狮子，然后这边是1只狮子。第一个呢，你自己本身的力量就非常非常的强大。第二个是我有看到一个感觉是，选到这组的人，不论你是男生女生另外我要提一点，就是有些男生会说这是不是
自己可不可以测？是一定可以的，不过你要带入这个转换一下，有时候整个牌卡就是抽到的女生比较多，这完全可以显示得出来，所以我当然会用比较女生的角度去讲解，但是其实男生也是可以抽的。那这副牌的能量就比较倾向阳性的能量，是比较阳刚的哦。从这个钱币侍者开始呢，我可以看到许多选到这组的人呢，已经开始知道怎么样理财，然后对于钱财的知识呢，已经有初步基础的涉猎，也很稳重，一步一脚印的想要往上爬。但是在未来的10年当中呢，你的爱情生活也是会到来，因为你抽到了恋人牌卡，你会遇见一个人，他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因为从未来的态势来看，有可能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心心念念呢，因为摩羯座能量非常非常的强，所以都往工作上不停的打拼。可是你会遇到一个人，就是那么懂你，就是你们两个在一起就是非常开心，可以到处去就是一起探索这个世界。尤其呢，如果你过往有一些爱情创伤的话，这个人会帮助你释放了过往的创伤，他会让你觉得爱情很好，让你重新燃起了对爱情的一个期望。你会把身上曾经就有的伤痕呢，都把它除掉，然后开始结痂掉落，成为一个真正坚强的人。因为你接下来接到的是力量牌，而不管你是男生女生，我看到的这个人，他知道你的心，他懂你想要什么。你不但自己会变得更强壮，也会因为这个人的出现，让你更能够专注在事业上，获取财富上，以及觉得有一个人可以跟自己携手打拼的感觉。这点非常强烈，而且他非常懂你，而且也很有耐心，所以你可以面对世界的时候更有万全的准备。尤其最后你又成为了宝剑国王，那么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10年大运的最后，你会从一个心心念念想要赚钱的钱币侍者，一直想要成为这个钱币国王，但是最后你成为了国王，可是那个国王是了解事情并且善用谋略跟智慧的国王。这个国王是在组织当中呢，能够判断是非，能够辨别是非，并且有很强烈的价值观。就是你不但有这种土象的对于金钱上的执着的一个感觉，但最后你也会成为一个主管类的人物，而且是公正的，比较公平的一个主管。你在裁决事情的时候非常的利落。选择到这组的朋友，这10年当中，第一个你一定会存到钱，因为你对于成功的渴望非常非常的深。另外一个呢，你的位阶也会成长，因为你到最后从侍者变成了一个国王，有人进到你的生命当中，慢慢的跟你磨合，并且用温柔的对待你，很有耐心的对待你，让你成为蜕变成一个真正的有智慧的一个国王。而这个国王呢，将是你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段时光，因为很多人都仰赖你的决断。所以呢，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未来的10年呢，你的起步已经比别人好了，但是最后的成就却也是非常的大，而且你也会碰到真心对待你的人。再来我们来看你要怎么样疗愈你。我觉得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很需要这件事情哦，毕竟你整体的主牌是恶魔牌，所以你内心的欲望跟野心，你要把它导正到一个良善的方向哦。首先你抽到的是可能性，要专注在这个事情会走向一个对的路途的一个注意力上面哦。当你呢学会去想象最好最佳的情境的时候呢，你就可以享受2次的经验。再来是需求，他说你自己是不是需要多一点的时间呢，让你从想太多的状态之中呢休息一下，或者是呢和朋友见面等等。
他说呢，你的需求呢非常的重要，而且呢，你要找出时间去满足你的需求。再来是一个大大的爱心，它是善良。他说呢，如果呢你对你自己好一点的话，真的可以改变所有的事情，你愿不愿意做呢？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从这个可能性啊、需求跟这个良善呢，我可以感觉到呢，因为你太想要抓住了很多各式各样的机会，你有可能，尤其恶魔在你的心中，你有时候会想象你是不是得不到最好的，所以你会把那个情境把它想得稍微可怕一点。那么这边可能性这张牌，它就是在说，你如果呢，可以把你现在所遇到的问题跟事情呢，都把它想到你可以拿到最好的状况的话，不管未来发生的可能不会到最好，可能是次好，可是呢，你就享受了最好跟次好两个经验，他在讲这个。所以你要相信自己，你在想的时候，你要有一个显化的一个能力，要帮自己建设一个很大的自信心，就是说我一定可以拿到最好的，我一定可以升到那个最大的主管，这个 case 这个业务我一定拿得下来，我投资的标的绝对可以涨2倍。他的意思是说，你要去想象那一个最好的一个状况，即便是你最后达成了80%，你仍然在想象那个情境当中呢，你得到了一个开心的经验。因为我相信选到这个牌的人呢，对自己的要求是蛮大，尤其你的动力又这么足，你对自己的期许非常的深哦。接下来他说需求，所以选到这组的人，因为你太注重于获取金钱、获取财富、获取名声，这一组的人真的对于功名利禄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看重。你觉得人生就是要成名，就是要有钱、有名有钱。但是我可以理解，因为在年轻的时候呢，大部分人99%的人应该都是这么想的哦。不过他还是说，你还是要在未来的10年当中呢，去满足你自己呢需要休息的一个需求。有些人在想太多策略的时候呢，就会造成失眠的状况等等。他告诉你的是说，虽然牌卡叫你呢不要放弃，就是你比你自己想的还要坚强，不过同时间呢，你也一定要找出时间呢，去平衡自己的生活。想太多的时候就要停下来，需要休假的时候就要休假。赚这么多钱也是要拨一部分的钱去享乐，去出国看看，去旅游，或者是去不同的文化的地方看一看，或者是去自己小时候课本读到那些名胜古迹去走走，去看看，去丰富自己的视野跟转换心情等等。再接下来你抽到是一个大大的爱心哦，是善良。我认为呢，除了他说要对自己善良之外，我认为疗愈自己的另外一个方式，你就是会碰到一个很善良的人，而这个人愿意花时间、花耐心去安抚你的心情，去安抚你像野兽一般的欲望。那个欲望是指说你对于物质的欲望，因为你有可能为了要赚钱，或者是心心念念想要花更多时间想更多的企划，完成更多的工作，接更多的外快，而这个人他都会在你身旁支持你。他可能相处的时间很少，但是因为他很善良，他还是默默的在身后支持你跟安抚你哦。你会碰到了一个善良的人，而他的行为可能会很感动你，所以你才会认定他是一段很美好的爱情嘛。那么同时间呢，他的存在也会提醒你自己要对自己好一点，因为你对自己好一点，拨个时间休息，就是对你的爱，对你的对象好一点，因为你就有时间去陪他做一些他想要做的事情，或2个人都想做的事情哦。尤其你最后又是宝剑国王，我觉得需要你的人会非常的多，需要你开会在现场的哦，在家族会议当中需要你在的哦，甚至是说你的本身的职业就是例如说律师，例如说你打官司的时候要在法官那边去打官司等等哦，这边都是宝剑国王的能量哦。这么忙碌当中呢，可能要拨一点时间呢，和你未来的伴侣哦，因为未来的10年当中呢，他可能会陪在你身边很长的一段时间，因为这看起来是恋人牌，又有加上这个力量牌哦。
但是呢，总体来说，未来的10年呢，感觉是一段你人生踏上成功的阶梯往上爬的一个时期，所以是非常不错的。那么以上就是第2组的全部讲解，希望你们会喜欢，祝福你们，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选到第3组的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大家未来10年的大运会有怎么样的发展。那么呢，我会先抽出易经牌卡来看一下外部的环境对大家的影响，然后再来有一张大阿尔克纳牌，那么这副牌卡它全部都只有大牌，那么它会代表这10年的一个基调。再来我会抽出几张紫微的牌卡来看一下重点在哪里，会在哪一方面需要注意。那么我也会抽出塔罗牌卡来看一下整体的一个细节，以及几张提醒的牌卡，还有努力的方向。当然最重要的，这10年当中呢，也会有需要疗愈自己的时候，所以最后我会抽出几张疗愈的牌卡来提醒大家要对自己好一些。那么首先我们就来看一下大家的易经牌卡，大家所抽到的是天山遁，再来是主体的牌卡是星星牌，再来大家的紫微牌卡所抽到的宫位是夫妻宫，那么解释这张牌卡的是阴煞，再来另外的紫微牌卡它所抽到的是天同，还有一张是地劫。选到第3组牌的朋友呢，你的易经牌卡抽到的是天山遁。天山遁呢，它上面都是阳爻哦，它是乾卦，配上了艮卦，就是有大山停止不前的一个感觉。它这张牌画的就是一种隐居的意思。那么天山遁就是选到这组牌的朋友，会因为外面的情势，或者是你所做的人生选择，你有点避世而独居，离群而所居的一个感觉，大隐隐于市，又或者是你真的就住在一个离热闹地区比较远的地方，在心境上也是离群众比较遥远，它是属于一个潜心在努力自己的事物，跟外界有点隔绝的一个状态，或者是你把自己封闭在某一个小圈圈，外界的人很难接触到你，这也是一个天山遁的一个意思。那么天山遁呢，这边有很强的隐居的感觉，也就是守时待日，希望呢在透过自己默默的努力之后，能有东山再起的一天哦。因为目前的时局以及整个能量都不太支持目前你想要的一个梦想，尤其呢你又抽到了星星牌，星星牌它是仰望着自己的愿望，自己的梦想。那么你的梦想可能很宏大，你可能有一个规划的蓝图，不过你还在看着你的梦想继续往前进。那么现在就是到达这个梦想之前长久努力的一段时期，也就是你通过隧道口，你在看到光亮之前的一小段的一个黑暗，它是一个星星牌。但是星星牌它也表示着说，选到这组牌的人生性是乐观的，你知道自己有一天会成名，你知道你会达到你的梦想，它甚至有一点也是预示着你未来会被看到，你未来会是明日之星。可是目前的状态，这10年当中可能是人家说台上1秒钟，台下10年功，你现在就处于台下10年功的那个10年大运。你的紫微牌卡也说出了这件事情，他点出了有你抽到了夫妻宫，又抽到了天同，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很可能家庭是你的重心哦，很有可能呢你以夫为天，或者是你以另外一半为天，这是男女都可以有，或者是你对家庭付出了很多，所以你都在家庭的周围周周转转，你为所有的家事而忙碌，为了张罗小孩的吃穿教育而忙碌不停，像个陀螺一样打转。可是因为你的夫妻宫有阴煞，所以呢它显示出这段感情
或者是你将来交往的对象，但是交往的对象不太算是在夫妻宫，是要真正有结婚的哦。那么在迈向婚姻的道路当中呢，你这10年如果你想要结婚的话呢，会有一些小人在后面作梗哦。第一个最直观的就是有竞争者，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小三，或者是有一些嫉妒你的人、眼红你的人，在背后做一些破坏。阴煞是这样子一个能量，它是在默默在暗中运作的一个能量。那么另外一个夫妻宫，就是如果你真的已经结婚的话，那么对于先生的一些手机啊，这些不需要过于就是胆战心惊，不过也是要适时的稍微约束跟注意一下，因为它有一个阴煞的一个能量在里面呢。这边不是说你的另外一半就会外遇出轨，他这边有时候也是说就是有人可能眼红你们两个很好的关系，所以呢他在背后呢做一些削弱你名誉的事情，或者是做一些让你看起来不那么成功，暗中使坏的一个力量在里面哦。所以阴煞是这样子，就算你现在觉得非常完好，但是你可能会小小的感受到有一股力量想要让你们没有那么好哦，这是一个这样子的情形。再来你又抽到了天同加上地劫，第一个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虽然你是在一个隐居或者是比较独立的一个状态，就是跟大家隔离的一个状态，你为你自己的梦想打拼，但是天同加上地劫有可能就是你为你的喜好，你为你的嗜好花了很多很多的钱，甚至把你的金钱千金散尽这是第一个情况。第二个情况是说你很喜欢吃喝玩乐，虽然呢你跟大家比较没有联络，可是你很喜欢享乐享福，所以呢你会在这个方面呢花了很多的钱财。第三个加上夫妻宫，如果你结婚的话，而且你有小孩的话，很可能你会为了小孩的教育，为了小孩未来的成长，你可能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在小孩的身上花了非常多的金钱，以至于你阮囊羞涩，以至于你必须把大部分的金钱支出分配在小孩的身上，而不是自己的身上。再来是有可能呢，如果你有另外一半，那么在未来的路途当中，有可能不小心遇到了其他喜欢的人，或者是说你的婚姻被人半路拦截之类的可能在处理小孩的官司上面跟赡养费或什么上面呢，会花出一笔钱这也是有可能的。再来我们来看一下细部首先你要怎么样应对你未来的这10年呢？什么样的方法跟路途？我们来看，这是爱，再来是健康。那么呢，上天给你的提点则是丰盛。这个宇宙呢，将丰盛洒落在你身上，所以呢，你要敞开心胸来迎接这段丰盛。再来是艺术，他说呢，用创意活动，用艺术来表达你自己。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因为你有艺术牌加上天同所以很多人可能会有一门嗜好，例如说什么呢？看电影，例如说听音乐，又例如说绘画这些有关艺术方面的东西。那甚至有可能家长送小孩去学习舞蹈，尤其最近我知道朋友之间，我知道很多朋友会送小孩去学类似滑冰、舞蹈，一些比较以前大家都是送小孩去学钢琴，现在呢钢琴不稀奇了，你可能为了让小孩脱颖而出，在那个将来的竞赛脱颖而出，或者是在加分项面试的时候加分项更有鉴别力，你可能就说哇，钢琴已经不稀奇了，我要送小朋友去学小提琴，那么小提琴当然又更贵，它会花了你很多钱，或者是你自己本身呢就会在这几个活动上，例如你收集了很多黑胶唱片，那么你太喜欢这些活动了，所以也会花很多精神跟钱在里面所以这10年当中，你可能会有一门兴趣，尤其是艺术方面的，
再来呢，你会得到丰盛。星星牌是一个未来充满希望的一张牌，这张牌就是提点你说呢，丰盛一定会降临到你身上，丰盛一定会来到你的生命当中。那么要怎么样留住这个丰盛呢？第一个，你要有健康的心。由于你有阴煞又有地劫，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一定要照顾自己的健康，尤其是精神上面的健康哦。控制欲啊，或者是疑神疑鬼这些啊，都要尽量的减低，就是负面情绪的爆发。人生当中呢，就是不管是哪一个宫位好了，夫妻宫啊、父母宫啊，这些都一定会有，因为人有12个宫位，一定会有凶星落在某几个宫位，这是完全避免不了的。但是你唯有保持自己的身心健康呢，淡然的看这一些就是不是吉星的发生，事件的发生，你才能够泰然处之哦。所有的根基都在健康之上，所以这个10年告诉你说，你一定要好好维护你的健康，培养一个运动的兴趣。就算是你真的非常沉溺在你的艺术活动当中，你非常喜欢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但是也不要忘了健康非常重要。另外一个是爱的能量，因为你又抽到了夫妻宫，所以将来10年当中呢，爱情这件事情，或者是他这边的爱比较感觉是你跟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一个情感的关系，它不只是夫妻，它更包含了人生当中所有面向的爱情，你对小孩的爱，你对父母的爱，你对同事的爱。不同的方面当中呢，因为你抽到了天山遁，因为你太独善其身了，你跟大家离得太远了。这边的爱就是告诉你，你要透过什么方式呢？你要透过开始慢慢的跟别人建立一些温暖的关系，有爱的关系，它会对你的未来10年比较好。那么我们再来看你塔罗牌的一个细项，你抽到什么？你抽到了宝剑七。那么选到第3组牌的朋友呢，不太意外你抽到这张牌哦，因为你有阴煞。再来是权杖女王，再来是宝剑9的正位，以及隐士牌，再来是钱币1，以及皇后牌。从这整个牌象来看呢，我可以感觉到选到这组牌第3组牌的朋友呢，你目前或者是你快要面临着一个就是争执哦，因为你有宝剑七，又加上阴煞的牌，这未来10年的前半段呢，你一定要处理好自己的身心健康，来面对一些小人的一些骚扰哦。因为宝剑七呢，就是有人会默默的挖你的墙角，偷偷的把你拥有的资源呢剥夺掉一点点，或是用一些花言巧语呢欺骗掉一点点哦，或者是说呢，他对你的关系、夫妻关系、爱情关系呢有眼红，所以他就偷偷的呢想要去争夺你的另外一半，或者是说你的表现很好，因为你有权杖皇后。这边感觉呢，因为你又有艺术哦，选到这副牌的朋友，你可能很有创意，你是一个文字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创意工作者、设计类方面的这些智慧财产权的保护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已经到达了一个位阶，所以呢，你是有创意的，你是先行者、领先者。那么有人呢会看中了这一点，所以把你的创意呢挪过来用一下，去偷你的创意，偷你的作品，甚至呢你有可能你设计了什么东西，或者是你摄影照了什么东西被人家挪用了，可是你不知道，或者是你上了一些什么影片啊，上了一些什么照片被人家剪辑，也有可能哦，这边都有可能。所以你是一个已经达到了创意一个巅峰的一个角色，可是呢旁边会有一些人呢就是默默的觊觎这件事情，因为你的事业发展的非常不错，所以有人就会在趁你在意气风发的时候想要挖你爱情的墙角，或者是偷偷的想要跟你的另外一半眉来眼去哦，这是有可能的。
因为你察觉了，我个人觉得你是非常有能力察觉到这件事情的，所以你会有点夜不成眠，会觉得说不知道怎么样去解决这件事情，你想到的话会有点伤心哦。那么保健酒就是在讲说你的睡眠当中品质不是很好，因为你可能会想很多事情，另外一个是你会思考你的作品，再来是你会想怎么击退这个小人哦，它都会影响你的睡眠。所以这边健康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一定要维护你的健康，健康是运气的根本。你健康不好，你事业运好也没有用，因为如果你请假的越多，你的事业运就会被削弱。再来呢，你受到了外界整个环境的影响，你会进入一个隐居的状态，就是隐士的状态。你会思考你的人生的方向，你人生的理想在哪里。这边就是天山遁的一个能量哦，这边的能量非常非常的强烈，而且你居然抽到了天山遁，又抽到了隐士牌，所以未来的10年，你至少大概会有1到2年之间呢，你会处于一个心境上，真的是想要自己思考未来的一个状态哦，它是一个比较封闭自己的一个状态。但是这个状态它并不是在说你都什么都不做，有可能很多人会在隐士的状态创作出非常美丽的东西。这组牌组的朋友就有这个迹象，艺术带来的丰盛能够解决焦虑，能够解决你心中不安全感，最好的方式就是把你的注意力投注在艺术上面。或许你已经发现另外一半有什么事情瞒着你，其实人都要面对自己的人生，把心力投注在自己喜爱的艺术上面，然后做出非常美丽的作品，然后会怎么样呢？你会开始赚钱。这边有丰盛，这边又有钱币1，所以这10年当中前面的能量呢是有高有低，而且你会有点怀疑这个你周遭的环境，但是到了这10年的最后，你会开始进一笔很丰盛的钱财。这个钱币1画的比原本大很多哦，就是黄金闪闪的哦。所以呢，你会赚到一笔不是小桶的钱，而是非常大桶的钱。你可能会创作出，甚至设计出，例如，因为星星牌它是水瓶座，它也代表科技，你可能设计出一款为你带来丰盛、丰厚收入的，就是 App、科技软体、新的创新都有可能。另外一组人呢，会发明出，例如你画出了新的技法的画，你创作出了人人传颂的歌曲音乐，你唱出了美丽的歌曲，为你赚来了非常丰厚的版税收入，因此大增。再下来就是多产的时期，你第一个东西卖出去之后，你第2、3、4就简单多了，所以你到最后会丰富多产，产出非常多的作品。那么皇后牌加上天同，选到这组的朋友，在这10年当中，你非常有可能会怀孕生子，非常有可能会有小孩降临到你的生命当中。因为天同皇后牌这个双重又有夫妻宫哦，这三者的结合，这个家庭的能量非常的强。但是皇后牌它本身就是艺术的代表，金星的代表，美食与艺术的代表，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你把你的创意变成了一个更高阶的一个艺术，你把它实践出来，生产出来，这就是你这10年当中呢做的最完美的事情哦。选到这组的朋友呢，只要持之以恒呢，摒除外界的纷扰跟一些小人的侵袭哦，所以你会选择就是避开这些小人，不与之正面冲突，但是你会孕育出非常非常好的作品，艺术类的一个成果。感情在你未来10年也是很重要的，因为这边毕竟有抽到爱，但是最后你会非常成熟的面对一切。因为权杖皇后呢，她毕竟是某一个元素的佼佼者，但是呢，皇后牌这本身是风元素、土元素、水元素以及火元素，它全部都能够平衡得很好，所以你可能变得更加感性，变得更加知性，不是只有行动力而已了，而是能够全盘的平衡你所有的能量，成为美丽高贵的皇后。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组的朋友要怎么疗愈自己哦，这点很重要，因为你前面有抽到了一些阴煞地劫跟宝剑七哦，这几张牌是让人家比较不愉快的。那么你抽到的是成长，他说呢，改革始于你离开了你的舒适圈，所以你要习惯于将自己置于没有那么舒适的一个领域当中哦。再来是意图，他说呢，如果唯一的解决方式就是你爱你自己多一点呢？再来是聆听，人们在他们觉得自己被听到的时候，自己被理解的时候呢，那个时刻开始，他们就疗愈了自己。聆听这张牌呢，他是说两个女子下午茶，然后呢有一个人聆听一个人讲，但是呢，从你这所有的牌，又有阴煞，又有地劫，又有这个宝剑七，我认为呢，选到这组牌的朋友，你疗愈自己的方式就是，当你在和别人喝下午茶的时候，当你在和手帕交喝下午茶的时候，请记住做那个聆听的角色，不要把自己的资讯透露太多给你的所谓的闺蜜或手帕交哦。第一个，它会保持你的安全感，只要你不讲，你心中就会觉得很坚固哦。第二个是，当那个听的人，你就不会讲太多，不会把自己不小心把自己重要的资讯讲出去哦。因为有时候讲出去呢，你说者无心，听者呢就把他做了一个想要反击你的一个动作，这是有可能的哦。小人通常就是这么来的，因为你把你的资讯透露出去。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在一个聚会当中呢，通常做个聆听的角色比较好。虽然这张牌说的是你讲的时候，当你觉得自己被理解的时候呢，你就得到了一种被疗愈的感觉。但是呢，从你整个牌上来看呢，是比较不建议这么做了。你最好做一个聆听者的角色就好了。再来是你的意图呢，就是要把自己放在第一位，你要照顾自己的感受。选到这组牌的朋友，这10年当中好像有一个很大的梦想，你想要把它完成，有一个很大的作品，或者是一个很大的工作，你想要把它完成。所以呢，你要把那个优先顺序排出来，然后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如果你没有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如果你一直为家庭周转，为了你的另一半张罗，为了你的小孩张罗，那你的梦想实现的时间呢，就会很显著的往后移。所以你要把你的意图看清楚哦。再来是一个成长，你的疗愈自己的方式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不那么舒适的一个地方。这边有可能是说呢，如果你的艺术要突破的话呢，你可能要找不同的一个观点或想法来支撑你现在的一个创作，你才能达到一个异业结盟的一个成长。有时候呢，不同领域交织的火花呢，会带给你可观的财富。第二个就是你面对夫妻的关系，或者是另外一半的关系，或小孩的关系的时候呢，你要寻求不同的方法来解决目前的困境。又或者说，如果你是年龄大一点的小孩，要离开自己离开家园去闯荡，那么你也要让他走，不要做一些情绪勒索的事情就是两个人都有变化，这样子双方都才可以成长。或者是说，如果你的关系呢被破坏了，那么不要想说要把它留在原状，因为事情已经改变了。成长的方式就是把自己拉到一个不舒适的地方。例如说，你很习惯于为别人服务，那么选到这组牌第3组牌的朋友，这边就是告诉你要开始为自己服务，把自己稍微的往第一位去挪。那么在照顾家庭之余，你才能够照顾到自己的心情不要自己燃烧了自己，就是蜡烛都烧完了，别人也不觉得你照亮了他们，那么这个感觉就会造成宝剑9的一个产生。那么成长的方式就是给彼此都有空间去往上伸展，就是他这边又特别画了一个温室，你要从温室或者是加一个保护的很好的地方往上伸展。另外一个就是选到这组牌的朋友跟刚才相反，你是那个要离开原生家庭去闯荡的人，也就是你要离开你原本封闭的环境，
要往梦想，那么这个梦想不会在原本的固步自封的一个环境当中，你就要准备有心理准备，你会面临各种不同的挑战。但是这个挑战最后呢是丰盛的，而且你在艺术上会有很大的收获，而且你会成为那个皇后，并且将你的生产的计划把它流程化，从钱币一的一个变成了很多个皇后的很多个，所以丰盛最终在10年之后会降临到你的身上。当然前面会有很多波折，那么有一些心理准备。那么选到第3组牌的朋友，以上就是你所有的讲解，希望你们会喜欢，祝福大家，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选到第4组的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大家未来10年的运势。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区间，所以我们会看一下这10年的基调，然后用易经牌卡来看一下外部环境，以及大阿尔克纳牌来看一下大家的整体的能量。再来我会抽出紫微牌卡来看一下大家的重点，在哪一宫位呢会发生一些事情呢，提醒你之后的运势要怎么应对。再来呢，我会用几张塔罗牌卡来看一下细部的细节，最重要的这10年当中要怎么样疗愈自己，要怎么样让自己更好。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你的易经牌卡，你所抽到的是雷地狱，那么你的大阿尔克纳牌所抽到的是皇帝。再来你的紫微牌卡所抽到的是你比别人多抽到1宫哦。第一个是命宫，再来是父母宫，解释这2宫的牌卡为文昌。另外一个紫微牌卡所抽到的是紫微星，再来你又抽到了文昌。那么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运势基本上是非常非常的强哦。那么对比于其他不同的组别呢，你的环境呢是比较好的哦。所以选到这组牌的人，有可能你是在一个，例如说不是在大潮流环境当中，因为如果这4组牌当中呢，只有你的外部环境呢是比较和谐美好的，所以选到这组人，你原本挑的产业，原本的原生家庭所处的环境，或你创造的家庭，你的公司都是比较稳健的。它是一个雷地狱的情况，你看所有人都很认真的在踩着花朵的花蜜，辛勤的工作，然后风和日丽。那么雷地狱这张牌就是上卦是震，下卦是坤，就是在大地之上雷打了下来，然后带来了雨水，欣欣向荣。但是这张牌呢，有一个很有趣的解释，就是可能原本是某个地方的2把手，例如说呢，在考试的时候你经常拿第2名第3名就是不是第1名，甚至在公司你也不是那个负全责的人，你可能是一个小主管或小螺丝钉，但是呢这个环境是让你得以发挥你的专长，是一个很不错的环境。然而呢，因为你的塔罗牌的主牌，那么我选的这副牌是它都只有大牌哦，你抽到了皇帝是一个非常阳刚，非常有控制力，有权力的一张牌。而你的紫微斗数的卡也抽到了紫微。那么这边我要提到这个牌卡上的紫微呢，椅子上并没有坐人，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有很大一部分的人不是说你要谨守一个退而求其次的一个生活步调， No， 那是过去式了。现在呢，王位空出来了，你要坐上去了，这就是这2张牌所带来的意思。你本来在环境当中，你在2、3名悠游自得，因为你不需要负全责，然后大家都看着第1名。但现在呢，主管可能调到别的地方了，又或者是你的实力终于有所突破，
现在呢，位置空出来了，你要坐上那个王位了，你要当那个国王了，你要开始主宰你的环境当中，你是那个发号施令的人。那么另外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如果你参加考试，你参加竞赛，尤其是学术上传统的不是那种比较不是琴棋书画类的琴棋书画比较偏艺术的，比较偏文曲，但文昌是一个正统的公民，例如说公务人员的升迁，例如说申请学校这种非常传统制式往上的一个竞赛过程，又或者是历史悠久的竞赛，例如说什么诺贝尔奖啦，又或者是某某地区已经维持了好多年的什么艺术技所颁的奖项，这些都算。它是一个比较传统，比较循着你这个本来的路往上进阶一层的，你抽到了2张文昌，所以呢，未来10年文昌非常旺盛。那么文昌呢，更利于例如说有逻辑性的思考，所以举凡是考试中的作文，或者是一个比较传统的文类，你的思考能力反应都会比平常好，而且你拿到了2张文昌，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如果你想要申请学校求取功名，以古时候来说就是要上京赶考，就是你想要中举人，你想要申请超级名校，你想要当学霸，在未来的10年当中都是有很好的一个契机，你甚至可以选未来的10年呢去做一个更上一层楼的进阶的一个进修。你可能本来呢都喜欢填比较让自己轻松的第2、3、4志愿的学校，那么下一个大运你就可以挑战第1志愿的学校，所谓的名校、大公司、国际性的大公司等等，你都可以去投递你的就是申请函你会得到很不错的回应。尤其你这个都是双重的一个能量就是紫微对上皇帝，又有2张文昌。那么再下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很可能呢你家里面的状况会达到一个很不错的地方，命宫跟父母宫在文昌，很有可能你本来就是出生在书香世家，家里就是有一定规模的公司，然后你是第2代，有选择到这组的朋友，有可能你本来是第2代富2代之类的，但是呢时间到了，父母要交棒给你，你不再是那个听命于父母，现在呢父母呢终于将他的责任全部转到你身上那么当然呢有的人呢是慢慢的交棒，但是我有听说就是真的再也不管了，我也有看过那样子的富2代就是很可怜就是父母呢把他从国外叫回来之后，说退休就退休然后留下了一个很大的公司，然后一个年轻人就傻眼这样子，也有这种状态。不过还好是你的能力已经到了选到第4组的朋友呢，即便是你面临了我刚刚提到的那个状况，也都不用担心，因为你现在是运势强到一个不行，所有的内涵都达到了一把手的一个状态，而且它在你的命宫，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你可能晋升创业也非常的好，得到大公司的录用，国际性海外的发展也非常的不错，从什么公务员的级等升到级等，又或者是如果你想要就是在其他不同的领域更上一层楼，下面的人会拥戴你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牌但是与此同时，你会发现你要读很多的东西，文昌你要读非常多的书来支撑你目前的才华。那么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你不但有紫微星的霸气，皇帝的威严，我甚至觉得选到这组牌的人呢，因为你有2张文昌的加持，通常命宫有文昌的人，尤其你的父母宫也可能有文昌，所以选到这组牌的人就会怎么样？知书达理，
温文儒雅，长相是大家喜欢的，看得很舒服，是一种经过文化熏陶的感觉。所以呢，是众人当中本来就觉得比较美、比较帅的一群。很多人会很喜欢文曲或文昌加持哦，因为它会让你的外貌得到大家的喜欢。不过文曲比较风流，文昌比较稳重。那么你得到2张文昌呢，就是你整个人呢，不但是有威严，并且大家也很推崇你的才华，而且是稳重的才华。再说一次，如果你想要创业的话，未来10年是一个很好的契机。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你未来10年努力的方向跟努力的方式。这边是感性，再来是平安的旅程。那么你所抽到的上天指引的牌卡，你有比别人多。他说呢，经由舞蹈、自我照顾，还有欣赏你本身的神圣力量，来唤醒这个神性，就是神的力量。再来是肥沃与丰饶，他说呢，这是一个启动新计划最好的时机，达成新的创意。再来是内在的智慧，他这张牌说呢，你知道你将要去做什么，你要相信你内心的内在的智慧，采取适当的措施，记得不要拖延。这边是感性，也就是一个官能上的一个刺激哦。那么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如果你是在写那种大部头的一些创作啊，有传统历史的那种创作，又或者是在写一些学术的书籍，写期刊或论文哦，要记得呢，写这些东西是很严肃的，可是不要忘记呢，要用一个去体会这个生活的享乐之处来达成这些事情。以写论文来说的话，你可能可以采取你在做一件非常传统的事情，但是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来达到。这种就是说，有些人他在写论文的时候，他的题目会比较特意，会比较人间。例如说，你在调查一个什么统计的结果，但是你统计的东西是，例如说，大家在吃东西的时候，什么习惯会引起什么东西的结果。它是一个以吃东西的一个官能性，它是一个享乐的部分，但是它呈现的方式是一个期刊或论文。因为呢，你现在做的东西，你在你的领域会达到一定的地位。然而你在产出你的东西的时候，要想着说，它会满足平凡人的一些感官上的享受。那么我抽这2张牌呢，就是指你未来10年的大运呢，跟这个努力的方向。如果你创业的话，我们举例来说好了，香氛的蜡烛，它会散发出浓浓的味道，然后散发出例如森林的味道，以及各种不同的味道。那么它会触发人们的感官，达到一种嗅觉上的愉悦。这边就是在讲这件事情，未来的10年，你要创的业，你要创造的东西，或者是你要写什么东西，你都可以往这方面去考虑。就是它可以触发人的五感不同的感觉，嗅觉、视觉、触觉等等，所以它会广泛的引起大家的注意，它会收获比较多的客群，可以这么说。因为目前是一个大家接收刺激比较多的一个现实当中的一个社会，不管是被媒体刺激啊，被所接受的知识所刺激。那么由于你有非常强大的主控力，现在你是你环境当中的那个王者，你有绝对的控制力跟绝对的主控权，你可以决定你要做什么，再加上你的才华非常出众，那么你可以想办法把这个结合，甚至你可以使用父母的资源，尤其你有父母宫，甚至你可以请父母来投资你，这都是可以的。再来是安全的旅行，所以你有可能可以做贸易的东西，有可能可以
就是你可以当一个飞来飞去的空中飞人嘛，就是你会出差，你在国际大公司，你在外商那种世界前100大的公司工作，这都是最好的，这都是很好的。不过呢，它就是需要你在两地往返，所以你会有许多旅行的机会。再来是呢，你本身的疆域很大，你可能根本就是做一个啪啪走的一个工作，例如说你在你的领域当中，你的经验已经达到了，你可以带领，比如说导游，你可以带领大家出去玩，这也是一个你有完全的主控权，你可以决定大家的餐费是多少，路线啊，这些都是你决定的。所以选到这组的人呢，海外异地这件事情是对你很重要的，尤其呢在紫微斗数上，它非常强调往外去走，往外才能够让你的能量不断的有好能量进入到你的命宫当中哦。所以如果有这个安全的旅行这件事情，又加上你有命宫，就有可能你出国留学、出国创业都有可能，或是你创的业呢，虽然在家乡，不过它需要你提着皮箱到处跑，去出差、去参加展览哦，这些都有可能。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感觉上未来10年呢会非常的忙碌，而且大家都需要你哦，而且你会想出很多很不错的创意去执行，尤其这边有丰饶哦。他说你在做新的计划，所以未来的10年呢，目前来看呢是一个全新的开始。而且选到这组的人，你有2张文昌，他这边呢，第一个内在的神性，第二个内在的智慧，所以选到这组的人，我可以想见之前你已经累积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你的内涵非常的丰沛，饱读诗书，甚至你平常就很喜欢吸取很多不同的知识，而这个知识不是片段的，不是从杂志，不是从什么社交媒体来的，不是，你这个文昌的这个知识系统是有一整体性的，是有一统性的、整合性的，是有脉络可循的那种知识体系，所以你内在的智慧会比别人坚强很多，而未来10年它会更加深你的神性跟内在智慧。你的运势当中呢，需要你动来动去哦，你也要照顾自己，然后找时间呢，规律的运动，那么你就可以做到100分最好的表现。2张紫微牌卡不是说着玩的哦，很可怕的强，我觉得大家都会有点怕你哦，这边看来是有点这个感觉，大家都会有点怕你，尊重你，敬仰你，而且因为你的能量太强了，根本就不会有小人。另外就算有小人，你讲2、3句话就可以把他们驳倒。再来呢，我们来看你的塔罗牌卡。首先你抽到了宝剑1，再来是钱币1，再来是宝剑4，再来是圣杯骑士的逆位，再来是权杖1的正位，再来是权杖侍者的逆位。选到第4组牌的朋友呢，未来10年的运势呢，一定要好好的把握。你看哦，你抽到了3张王牌，就是宝剑1、钱币1以及权杖1。那么当中你遗失的就是皇帝牌，它也所遗失的，它的感性部分比较弱，你没有圣杯1，再加上呢，你的圣杯骑士是逆位，这边是一个休战的意思哦，这个是休息，本来宝剑4就是休息，不过呢，在这张牌它引申为一个休战的意思。它的意思是说，如果过去有人呢，很喜欢踩你的底线，很喜欢对你说3道4的，可能去剽窃你的创意啊，又或者是去侵门踏户，这样子的人呢，他会从你的生命中完全的消失，因为你从一个休息，不想跟他们与之战斗、与之交手的状态当中，整个大翻盘，变得非常非常的活跃。那么我刚刚也说了，因为你的能量太强了，基本上大家也看得出来，不会去随便惹你哦，所以休战了。你身边的小人他退去了，
所以你的所有事情都很快的开始推动了，你所孕育的创意，你的思考，你的思想，你赚钱的能力，还有你的行动力都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如果你有一个新计划、新的留学计划、新的企业计划、创业计划，未来的10年是一个黄金时期，一定是你人生当中最重要，你想都没有想过会达到成就的一个时期。其中稍微有点缺点就是，可能大家会有点怕你，所以你想要感情的话，你可能要主动出击，因为圣杯骑士它是逆位，圣杯骑士的逆位表示很多人会不敢追你，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因为你的气场太强悍了。气场如果太强呢，会让别人掂掂自己的斤两，觉得自己好像不够格。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如果你有想要交往的对象，在感情方面，你必须是主动出击的那一方，不管你是男生或女生，因为你已经从侍者，也是权杖侍者这个青涩的阶段脱胎换骨，成为了3张 S， 在你的元素当中，在你的命宫当中交织，这就有点像什么？至少有化禄跟化权，就是有这么强的能量在你的命宫当中交汇。所以呢，别人在你的眼中都是，你看你抽到是骑士跟侍者，没有抽到皇后跟国王哦。所以别人的能力或别人的见识都是稍微低你一层的，你将来的环境你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另外，他也表示说，你从这骑士跟侍者的状态已经脱颖而出，已经蜕变成一个真正的皇帝，有自己的思想思考，有自己赚钱理财的方法，行动力也是非常的强悍。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我真的觉得如果你有心中有创业的想法，就是现在了。甚至那种感觉有点像是，如果你想要当一个能够掌握自我人生的一个背包客，它也是可以的。例如说，当背包客，以感性的一个文笔，将你的所见所闻披露在媒体上面，可能开辟一个专栏，自己去和新闻台谈，和杂志去谈，这都是有可能的。甚至是你想要改变跑道，这也都是一个很有利的一个牌卡。所以这里整体的能量强到一个很夸张的地步哦。这个牌都是我就是慢慢抽出来的哦。所以当皇帝牌又抽出紫微牌的时候，我都吓一跳，因为这个能量超强的。再加上这个雷地狱，就是你已经不再是老二了，你已经不再是那个上面有人替你顶着天的人了，你要自己开疆拓土。在你开疆拓土的时候呢，需要照顾自己，所以我们来帮你看一下你的疗愈的卡。你抽到的是和平。如果呢，你身边有些人呢，他们生活着活着仅仅是为戏剧性所驱动，它并不代表你要参加或参与他们的这场秀，他们的这场表演。你要创建你自己的区域，让它不那么戏剧化，让你的生活不随别人起舞。言简意赅的说，这张牌就是说，别人在戏剧化的夸大他的生活的时候，你不用参加他的表演哦。再来是优先顺序，他说呢，你生命跟生活的品质是被你所花出去的时间所决定的，所以你要确保呢，你的行事力它反映了你真正想要的事物。我相信这组牌的朋友呢，之前呢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戏剧性的事情呢，在你的生活当中出现。例如说，因为这边有父母宫嘛，有可能你的原生家庭的父母呢，常常会讲一些很夸张的东西，觉得自己是舞台中心的主角，要大家都配合他，或者是公司当中呢，有那种三姑六婆，会讲一些什么话呢？而且是会夸大其词，强调自己的重要性，
强调自己是那一个知识的传播者。那么选到这组牌的朋友，我是不担心啊，因为你的皇帝的能量太强了，就是你不要随他们随波逐流，随他们这些起舞，那些情绪起伏所起舞。他这边是说你要创造一个安稳的一个你自己可以在里面待得很舒服的一个区域，而且它是很平和的，你不用戴面具在这边生活着，因为有一些人他很戏剧化的时候，你还要戴面具去迎合他，很累。那么未来的10年呢，尤其皇帝牌它是牡羊座的能量，保持真我命宫，保持你自己的本性跟个性非常的重要，因为你的本性跟个性会孕育出一个非常漂亮、丰饶、富有的一个生活。这个生活会变成一个你自己那个领域当中一个很强大的一个有领地的一个帝国。所以呢，别人只是在搭建一个虚幻虚假的舞台，但是你目前要把你的时间花在打造一个新的奥兹城堡，就是绿野仙踪，拥有一个王国，童话的王国，要去一个一个把那个房子盖起来，把那个路给开出来的一个人哦。所以呢，你的优先顺序呢就要排得很清楚，不要被你生活当中那些喜欢虚假、矫饰自己能力、夸大其词的人所影响哦。选到第4组人，你坐在那边，大家就会看着你，所以你根本就不需要参与这些无聊的人的心中小剧场，那些戏码都不用参加，你只要把你自己的顺序排出来。这就是疗愈你自己最好的方法，因为你的时间已经太忙了，你根本不能花1分1秒去和那些人演戏，那个太浪费时间，太不知所云。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你疗愈自己最好的方式就是把1、2、3、4、5这个项目给列好、列清楚，然后去迅速有效率的达成，并且把你休息的时间也排出来。休息的时间千万不要让这些无聊的人进入到你的生活当中哦。你要弄出一个独处的时间跟思考的时间，尤其紫微帝星，它是一颗孤星。你要想想看，一个紫微都是大家来奉承它，它旁边纵然有一些什么老臣，你也很难知道他的动机是良善的，或者是他有权谋，这些都很难判断。所以紫微帝星自古以来就是孤星，它是孤单的。所以选到第4组牌的朋友，一定要有这个体认，就是你所想要做的梦想跟你想要做的事情，你要靠你的意志力跟靠你的领导大家的能力去完成，而过程当中难免会觉得有点孤独。不过你要把自己的内在建得非常的强韧，非常的有韧性，你不但会产生你自己的内在的神性，迎接自己内在的平静、内在的智慧，这都是别人想要从你身上吸取的，因为你的能量是从内而外发出来的。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你真的可能已经努力了非常多年，修炼了非常多年。你可能在求学时代念书，别人念5小时，你就念7小时，你是这样子把自己累积上来、打拼上来的，工作也是比别人工时长那种感觉。所以未来10年就是你闪闪发光的一个黄金时期哦，千万不要错过。但是如果你想要谈恋爱，因为这边的感觉呢，感情的方面比较少哦。如果你想要谈恋爱，你要自己去追，你的气场太强，你已经脱离了适者其事的一个过程了。所以你要什么，你要自己去争取，因为大家是不敢靠近你的哦，大家只会仰望你、敬仰你，不会去靠近你。所以想要爱情的要自己斟酌，自己去袒露你的心事哦，这方面是比较需要注意的。但其他方面呢，真的这个牌非常非常强，我根本其实我也不需要多说选到第4组牌的人心中的定见应该很深的，现在就是要顺序厘清清楚而已。那么以上就是第4组的讲解，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的运用这未来的黄金10年，好好创出一番新气象。那么祝福大家了，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